您是从昨天晚上8点直播到现在？对。很魔幻啊！你看，在寻找快乐这件事上，湖南长沙可以说遥遥领先。这座孕育了湖南卫视的湘江边城，快乐的基因仿佛与生俱来。它有宏大叙事的底色，但大多数人只希望拥有自己的小快乐。我在长沙住了数天，本集影片是这几天浅显的感受和记录。视频有点长，可以查看视频章节，择感兴趣的部分观看。大家好，我是阿树，欢迎收看本期影片。现在咱们坐地铁去岳麓山看一下，地铁还挺深的呀。长沙地铁的出口挺有特点的，它不叫 A、B、C、D、E 口，它叫1、2、3、4、5、6、7、8口。现在我来到了岳麓山的山脚下。前2天我不是去爬了衡山嘛，然后我才知道，岳麓山它是衡山72峰之一啊。岳麓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啊，这是一个5A 级景区呢，免费的，不多见。在手机上花了1分钟预约了一下。请通行。这里可以扫码购票啊，观光车单程是20元，往返是30元。我刚了解到啊，它的旧的索道去年已经拆了，现在新建的索道还没修好，等于说你不想徒步的话，只能坐这个观光车上到山顶了。现在是9月初啊，这2天长沙下了点小雨，然后这个天气变得很凉爽了。可以看到啊，这个往返的路径是从东门上行到山顶观光长廊，然后下行的时候从山顶观光长廊往爱晚亭岳麓书院。一路上有不少这样的观景台啊，可以俯瞰长沙的一个全貌。观光车从山脚开了约10分钟啊，11分钟到达了山顶的观景长廊啊。这里有一个军事管理区啊，看一下长沙的一个全貌啊。一条湘江，然后中间是橘子洲头啊，它是一条长约5公里的一个河中长洲啊，沙洲。可惜今天大雾弥漫的，看不清楚这个城市了。这里有一个观日台，上面有一个亭子，上面有一些果多多呀、岳麓山呀、coffee。来到这个临路峰的最高点吧，现在海拔约300多米吧。哇，长沙的这个高楼还是挺多的。那边是湘江的西岸啊，也就是长沙的主城区啊。你看那些摩天大楼啊，不时直冲云天啊。而在它的东边呢，这座山是桃花岭啊，比临路峰稍微矮一点。你可以看到桃花岭的后边啊，密密麻麻的高楼啊。因为我来长沙3天前嘛，哇，那个酷热我都不敢出门，就很多人，我感觉就是在酒店里吹空调。然后今天第3天嘛，这2天下了小雨以后，刚才坐着观光车吧，凉风习习的，真的比在空调房里面吹风还舒服。长沙位于湘江流域，湘江是贯穿长沙的重要河流。古代沙字不仅指沙子，还可以指江河中的沙洲和浅滩。长江位于湘江的中下游，在这个地区，湘江江面宽阔，水流缓慢，河道上形成了许多的沙洲，包括橘子洲。由于这些沙洲分布较长，绵延不绝，所以称为长沙，意思就是长而广阔的沙洲。游完了岳麓山山顶观光长廊，我们就前往岳麓山风景区的下一站爱晚亭。来到了著名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的爱晚亭啊。
爱晚亭位于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东侧清风峡中，始建于清乾隆57年，因唐朝诗人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句而得名。与安徽滁县的醉翁亭、杭州西湖的湖心亭、北京陶阳亭公园的陶阳亭并称中国4大名亭。爱晚亭，毛泽东手记。然后这里的话，上面有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手记的一个诗词了。爱晚亭外檐筑4根，由整条方形花岗岩扎工而成，亭顶重檐4批，展尖宝顶，4翼角，边远深高。边上有一棵古树名木啊，是朴树，126年的朴树。游客还是不少的哈。距离爱晚亭100米外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代书院，它创建于北宋开宝9年。它与白鹿洞书院、松阳书院、应天书院并称为中国4大书院。逛完了爱晚亭，咱们去橘子洲景区看一下。这里有一家天马牛肉饼啊，在整个长沙都。这个鹿茸菇牛肉饼啊，8块钱。我饿坏了。刚才到了橘子洲头都没有力气去玩了，我先回来吃个中餐再继续吧。这个牛肉有点微微辣，但是特别入味，然后外面的那个很焦脆。太平老街边上的一条美食小巷子啊，我来这里吃个午餐啊。来到了这一家很多人推荐的浏阳菜馆，我昨天已经来吃过一次了，哇，这里简直就是湖南人或者说长沙人的一个食堂啊，浏阳菜馆啊。昨天我吃了一个小黄牛炒肉，你看这像不像一个食堂啊？这个生意的话，就是一天里面营业的时间都是基本上都坐满的。扫码点餐。它这里的菜还是蛮平价的哈，碎红椒炒肉36，爆炒牛蛙45，爆炒肥肠45，小炒基围虾48，大蒜辣椒炒辣牛肉45。它的米饭才1块钱，它是包这个餐具的，米饭呢是基本上可以无限续杯。这个是最有名的。这家浏阳菜馆属于湘菜体系的一个分支，湘菜是中国8大菜系之一。湘菜是中国8大菜系之一，以香辣、酸辣、咸鲜著称。湘菜主要有3个分支：湘江流域菜、洞庭湖区菜和湘西山区菜。浏阳菜属于湘江流域菜的一部分，是湘菜的代表之一。这个是醋蒸鸡39啊，这个呢？这个是
骨，蒸排骨，蒸排骨啊，烧腊黄碟，这个很受欢迎啊。这里出菜也挺快的，可以看到这里的厨师还是挺多的哈。而它这个桌布呢是一次性的，是那种防水材质的。这个香煎金钱蛋啊，然后我发现一个人吃饭确实不好点菜啊，点多了又浪费，所以我就点了一个这个。很下饭，就略微有一点点咸，对我来说，但是是好吃的。它里面有一些葱花呀、辣椒呀。它这一道菜是这个餐厅最受欢迎的，就点的人最多的。这个是这里的一个小招牌吧，是这份小炒鲜牛肉微辣，咸度适中，口感鲜嫩。它这里的观光车的话呢，如果你只坐一半是25块钱，如果你环绕一周的话是40块钱，而游船票是188元。橘子洲头它的一个宽度有5公里左右啊，你像这个小火车，省了你走好多路了。好多人对橘子洲头的印象就是毛泽东青年意识雕塑啊，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雕塑，在很多的影像里都能看到。不赶时间的话，还是在这个水边的步行道一路走过去啊，大概有3公里左右吧。这边就是湘江的西岸啊，也就是我就住在那边的太平老街。我现在在橘子洲的中部的位置吧，我要一路往南边走啊，走到这个地方。这一座大桥就是橘子洲大桥啊，它身后的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建筑就是万达广场啊，好多栋呢，5、6栋。这就是橘子洲的一个示意图啊。橘子洲景区位于湘江长沙段，在长沙市中心地段，南北长约5公里，面积约94公顷，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橘子洲纵贯江心，西望岳麓山，层峦叠翠，盛产美菊；越尽人间春色，东看长沙城，车水马龙，览遍都市繁华，形成了一面青山一面城的独特景观。春来明光潋滟，沙鸥点点；秋至柚黄橘红，清香一片。我是从那边走进来的，然后来到了这一片大草坪啊。谁能想到啊，这个橘子洲一个水中长洲，它有一片这么宽阔的草坪，不知道还以为是在哪块大陆地上呢。你看，在这里就是刚才写到了哈，这个叫柚黄橘红。这小火车还有各种颜色哈，黄色、3A。在长沙很多见这样的一个小花，它应该是小叶紫薇吧。走到这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到了我在重庆的这个嘉陵江边漫步的时候的感觉。对面那个亭子啊，就是长沙的一个名列前茅的景点，叫杜甫江阁。哇，长沙的写字楼真的好多呀！真的有这么多公司吗？这个是一个灯光设施啊，就可以从对岸看到这边美轮美奂的灯光表演了。在这种盛大节日的时候吧，我猜的。在橘子洲好多柚子树哦。湖南银行，这小火车到了距离毛主席雕像几百米的地方下车了，步行过去了。我倒觉得在江边漫步，看看江景，吹吹江风，比坐在这个有车窗的小火车里更舒服。喂，去这个，给我们加。
水煮沉浮雕像群，柚黄橘红啊，这个是橘子树，这个是柚子树啊。在橘子洲头这里有一个这种亭子啊，荷塘啊。接下来，请允许我进行一小段诗歌朗诵，献丑了。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仰，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争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物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人比我想象中多得多呀！来，纪念币10块毛。这个是青年毛泽东呀，很英俊啊。哦，这里养活了好多摄影师啊。你这个戴着墨镜，你可以再往右边移，对。20块钱拍一张照。过一张鼻先。哎，对，面对对方，等一下，先往右面对面。哎，对，OK，两个手搂腰啊。哎，对，这个，哎，对，OK，来，两个手抓到。对，好，这样子。对，你这个一点。对。在雕像的正前方啊，有一片橘子林啊，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老一辈人来到这里的话，可能会很动情啊，甚至热泪盈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毛泽东雕像正前方还有几百米的距离啊，然后呢可以走到橘子洲头。这里有一座望江亭啊，始建于明朝1962年。从望江亭正对着雕像啊，这里应该是拍照的一个很好的机位。你看毛主席雕像是眉头紧锁的哈，忧国忧民的感觉。哇，这里好漂亮啊！这里。哦，这里有一棵很特别的树啊，感觉是很多人拍照。指点江山。专业。要干的还是要收的。哇，这里真的漂亮。橘子洲啊，最多见的水果就是柚子跟橘子啊。长江滚滚东流，这里就是橘子洲的最南边的位置啊。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里是湘江在长沙的一个河段啊，它这个方向是南边，而湘江是由南流向北边的，这边是北边。然后往北边流入到洞庭湖里面。刚才飞了一会儿无人机啊，从橘子洲上空往前看呢，好似橘子洲就是一台行驶在湘江的航空母舰一样。
现在咱们到这个橘子洲大桥上走一走啊，这里它两边的景色非常漂亮，很多摩天大楼，而且有灯光秀。我刚才无人机飞起来以后，我想通了一个事情。今天我不是在那个橘子洲走嘛，我说按照长沙它算是一个2线城市，它哪里需要那么多的这个很高的写字楼啊？全是这个两岸边，很像1线城市才会有的那种大楼的规模啊。刚才无人机飞起来，我发现了，它这个大楼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装点这座城市的，让这座城市夜晚这个多姿多彩的。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些高楼的灯光秀哈，那么这个湘江夜游就不太成立。你看这条橘子洲大桥，你看算是人行道，但是这个电动车下班了以后，哇，开得飞快啊！真的是他们路过的时候，我肾上腺素都激烈的分泌啊。长沙它的夜景的这种模式啊，跟国内很多的有江河流过的1线城市是很相似的，比如说广州、重庆，或者是上海啊，他们的一个江岸边都修了很多高大的一个摩天大楼啊，而且这个摩天大楼作为灯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夜景的一个装饰部分啊。而国内如果说有一座城市它的夜景很独一无二的话呢，我觉得是广西的柳州。它一条柳江流过，然后呢，它两边的这个景色呢，偶尔也会有这个高楼装饰，但是它更多是靠一座一座那个卡特小山丘，在那个山丘上点缀一些灯光。所以我当时在夜游柳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柳江是我去过的夜景最漂亮的一个这种城市了。它不依靠这些建筑的灯光去形成很多姿多彩的夜景，它就靠一座一座那种山啊，真的很漂亮，很漂亮。接下来我们来逛一逛湘江边上的一个人文生态啊，这是我觉得长沙很有活力的一个地方，是我喜欢逛的一个地方。不同于那种商业街、步行街或者什么广场啊，那种全是充斥着商业的味道啊，充斥着消费主义啊。这条江呢，稍微给人喘息的机会，就是在这里吹吹江风，然后发发呆。很惬意的一个地方，这里它的一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西瓜、冰西瓜，黑色经典臭豆腐。现做现买，那个很认真的小份10元8片，那个很新的。谢谢。这一束花多少钱呀？10块钱一个。你每天都来吗？每天来。啊，最多那一个晚上卖多少钱？卖的80多块钱。80多？啊。大芒果呀，查一个没关系，不用你的钱啊，你觉得好吃的可以给。各种口味的槟榔啊，10元7个，10元3个。这里有很多涮面先生啊，这个他写这个牌子很醒目，叫不问知贵姓，就做出来你发现他还是要问很多的按摩的。而且很多这些小摊，他就是开一辆这种面包车，把这个酒笔摆起来，就成了一个露天的一个小酒吧。其实这只是一个临时支起来的一个夜市啊，跳广场舞啊。泡圈50元70个圈。这里的小摊啊，地摊主啊，是跟城管或者是商圈保安打游击战的。但是呢，这个给的宽容度还挺高的，只是那些城管也好，只是象征性的走一下形式过来，下班了过来说不能摆不能摆，这个城管一走，然后这些人又聚拢起来了。我觉得这种地摊经济很好啊，它盘活整个市场的，盘活整个城市的一个经济啊，这种小商品经济，这种碎片化经济啊。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那种大的商圈啊、CBD 啊、什么商业步行街啊这种消费的，这种义乌货，全场3元买10送1。我感觉基本上上面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女生啊。昨晚我就发现了，卖那些小的首饰啊、眼镜啊、这个娃娃呀。现在就到了湘江边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啊，叫杜甫江阁。这里有好多这个民间歌手在开演唱会啊，他挂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码付款以后就可以点歌了。这种小的这种经济哦，在整个湘江边遍地开花，有唱的很好的，有唱的很普通的，但是大家都支个摊子，反正就成本很低嘛。然后呢，挂个二维码。你看这种开着开着还挺像个小型演唱会的，很有氛围啊。这个凉风吹来，然后夜游船划过，一片这个灯光旖旎啊，很漂亮。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哇，这里真的是百花尽开啊，各种各样的经济，然后活动都有啊，有纹身的，有双面的，有唱歌的，有拍写真的，很多很多。这些歌手都挣2份收入的，一份直播的收入，一份现场观众打赏点歌的收入。这里好多人拍这种汉服写真啊，因为杜甫江阁嘛，这种古风的建筑啊。哇，我发现这里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摄影写真产业，有化妆的，有打灯的，有这种拍照的。整个摄影工作室都搬到了这个露天的一个地方。我和一位摆这种写真租赁的一个摊主聊了一下，他们是去年在这里摆摊是第1家，后来呢慢慢又来了第2家、第3家、第4家，所以整个写真拍摄就从去年在这里慢慢的蔓延开来、发展开来啊。长沙文和友啊，这是长沙的一个特色，就是一种怀旧的，算是就80、90年代的这种商业体的一个再现啊，就是主打就是
人们的这种回忆杀。你看，我最开始知道文和友是他在深圳开了一家店，当时为了进店体验，顾客排成了相当夸张的长龙，成了深圳那段时间的话题焦点。文和友可以说是长沙市的一张重要的城市名片，成为了长沙一个景点般的存在。你看外面是那种玻璃幕墙，光鲜亮丽的，里面是这种老年代的这种。这里就是供年轻人拍照打卡，然后消费。你看中国福利彩票。公厕、电梯，这种老电视机啊。西瓜，现榨西瓜汁，欢迎各位。长沙人还是很有娱乐精神的，这种我们不说及时行乐吧，反正就是我感觉他们去找来这种老旧的这种材料，我感觉是从老房子里面东拆西拆，然后找过来的。现做的老黄鸭可以试一下，口味都很不错的，来美女尝一下。为啥网上看买这个？哦，有那个 CS， 真的很90年代。其实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商场了，只是这一栋大楼它给出了一块巨大的空间，给这种设计师设计成了一个这种很古典的韵味的一个这种艺术空间吧。你看它隔壁就是这种现代化的商场啊，反倒是这种商场就冷冷清清了。那商场里面，我左手边就刚才那个商场啊，真的显得很鲜明的对比，这边就是嘈杂喧闹，那边就是冷清啊。看一下这里的物价，鲜肉生煎包2.5元一个，虾仁生煎包3元一个，凉粉。这里卖的东西其实跟长沙市大街小巷卖的是一样的，只是它的这种设计啊，主打一个怀旧，让它有了一种讲故事的一个属性在里面，所以人们消费的是一种情怀。这个冰箱贴啊，你喜欢哪一个？这就是刚才看的杜甫江歌，这就是橘子洲的毛泽东雕像。哇，这个老的一个搪瓷碗。这文和友前面啊，很多这个竹床啊，对流浪汉特别友好啊。你看隔壁就是这种高档的一些服装品牌啊什么的。很魔幻啊，你看。这里的大街小巷、粉店随处可见。据说长沙人爱嗦粉，跟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湿润，炎热的夏季让人食欲不振，而一碗爽滑的凉拌粉或汤粉正好开胃。米粉相比米饭更加清爽易消化，形成了这里浓厚的嗦粉饮食传统。我在长沙找到了一家最多人光顾的粉店，我点了一份16元的牛肉粉。牛肉分量挺多的，还特别入味，配菜呢也多，搅拌着吃特别满足。好，这个点心要出手了，不知道有没有？
这里现在干嘛？我看不明白。经过一番的了解哈，我才明白他们在这里干嘛。我原以为是有明星要在这里路过呢，原来是这一栋非常奢华的这个卖黄金的一个金铺啊。他们请来的一些，为了增加整个开业的热度啊，所以请了很多人来这里站街，然后炸街，然后刷存在感。在网络上经常能看到一个问句：长沙人夜晚都不睡觉吗？因为人们常常能刷到凌晨1、2点，长沙街头依然人头攒动。来了长沙以后，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长沙的夜晚如此的热闹。长沙的夜宵文化十分的浓厚，各种美食摊贩和餐馆从晚上营业到凌晨。其次，长沙夜晚的购物中心、KTV、酒吧、夜市等娱乐场所也非常的活跃。另外呢，直播文化在长沙十分的流行，这些直播或短视频影像又进一步强化了长沙的夜生活十分丰富的这种印象。这条街是长沙最多年轻人游玩的一条街啊。这条街的话，基本上3步一个酒吧，主要就是一些00后的年轻人为主啊。各大的一个美食品牌啊，就是这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些美食品牌，比如说茶颜悦色呀，还有甜老虎呀、长沙辣酱呀，以及黑色经典长沙臭豆腐呀。因为我觉得哈，长沙它的招牌不是岳麓山，也不是居子洲头，而是它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美食品牌。因为大家想到长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这个美食小吃啊，这是一座美食之城啊。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啊。不能清理，晓得吧？不能清理啊！您是从昨天晚上8点直播到现在？对。直播1个通宵。我天啊！每天都这样吗？对呀。哦。之前是到7点，现在是3周到5点。啊。美女你好，可以请问你们是昨天晚上直播到现在的吗？对啊。昨天几点开始的？我们24小时都在播。不可能吧？那要睡觉呀。睡觉。你在哪个平台直播呀？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这个直播的氛围很好。氛围这还好。以前人更多是吗？没有，人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有什么奇怪的呢？对，这句话说得很不错。那如果别人有异样的眼光，你是怎么看的？比如说也不是。没我挣得多。挣得多就是正义是吧？微信号含苞待放，没有血缘关系对我好的人都是上天给你的惊喜。他真的把我的东西念出来，好尴尬呀！不好意思。来长沙前，我就对长沙的黄兴街有所耳闻。这条街聚集了众多以直播为业的博主，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直播过程中的观众打赏。而有一种能够激发观众打赏的方式叫打 PK， 它是指在直播平台上2名或多名主播进行实时的竞争，通过游戏、唱歌、才艺表演等方式进行对决。观众可以通过送礼物、打赏的方式支持自己的主播，得分高者获胜，并取得观众的打赏收入，输者则拿不到打赏。
除了靠打赏获取收入的主播，还有各个行业的带货主播。数据显示，网络直播行业在国内已有数百万的从业者。上壁乡街，这是长沙最多居民来赶集的一条早市啊。长沙特色葱油粑。哦，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糖油粑，看起来很有食欲啊。多少钱一个5块钱3个，10块钱6个。啊，一个干的，一个软的，这个是软的。红糖吗？对。啊，然后那个是面团哈。这是糯米。扁的那叫糖油粑嘛，而那些圆的话叫糖油坨坨。终于在长沙的这种繁华的这个叫商业街边上找到了一条稍微有点市井气息的一条巷子啊。这里卖螃蟹的，鄞州米粉。哦，捆鸡专卖。边上的就是黄兴步行街啊，就是长沙最人流鼎盛的一条这个步行街啊，各种大牌云集。然后它边上就是真正的生活气在这里开始啊，那边是游客区，这边是居民区啊。老坛剁椒手撕鸡、口味鸭。哦，它不是明确分区的一个摊位啊，它就是卖蔬菜的、卖肉的、卖各种杂货的，就是相见在一起了。我看买菜的大多是这个退休一族啊。卖各种豆腐的。这个怎么看见德字了？金黄的鹅香鸡。好香呀！加各种调料，胡椒粉、柠檬。一些不甘于逛景点的游客啊，他也会打听到这么一条有本地人来的一条热闹的早市啊。哇，这条早市感觉好长呀，大概有700-800米呢。这条早市我感觉很不拘一格，你看卖猪肉的跟卖水果的是挨在一起的。泰国金枕19块8元500克，这个是法兰西梅啊，10元一斤。红冬枣8元一斤，野生鸟柿6.5元一斤。哦，现在阳光玫瑰这么便宜了，6块钱一斤。哦，这个莲蓬就是很多的这个阿姨大叔啊，他们挑着扁担游走在长沙的各大繁华的商圈啊，就是卖这个10元一个3克、4个、5个都有啊。猴哥香干，这个是地瓜跟面粉吧？地瓜饼一个多少钱？4块钱。4块钱。我感觉哪个摊位都好多人啊，感觉每家都生意不错啊，可能是这里紧挨着长沙的市中心啊，很多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来这边买菜。还带个栗子来了吧？19块8一斤啊，蟹黄酥。你可以去特色鲜肉饼啊，鲜肉大饼。蟹黄酥啊，各种口味，山楂、蛋黄、榴莲。看一下长沙的鲜猪肉的物价，这个瘦肉是18块钱一斤，然后这个排骨28元一斤。生煎包啊？生煎包怎么卖呢？小份6元，大份12。小份有几个？6元6个，那就1块钱一个。耳朵麻花生煎包。老板，您这家店开多久了？比你年龄要大，30多年了。哦，老字号了。老板，你告诉我，这个以前主要是本地人
在逛。现在慢慢的，随着短视频的一个宣传啊，也越来越多游客来到这里了。撒一些葱花，哇，好香啊！你看它的那个底部已经煎黄了。26元，大概12。我买一个6块的。哇，真的好吃啊！这个。这心急吃不了生煎包，有点热，它的那个咸味很足。卖鸡的，卖肉的。螺鸡肉丸。爱媛果冻橙8.8元1公斤，纯甜。买了一个爱媛果冻橙啊，这个3块7。可以收呀。来尝一下味道好不好？这里有一家粉店啊，价目表：猪油拌粉8元，肉丝粉8元，武汉牛肉。哦，原来这个就是捆鸡啊！多少钱1斤？40。捆鸡是长沙街头的一种名小吃，属于湘菜，有素捆鸡和肉捆鸡2种。肉捆鸡是由洗净的鸭肠、鸡肠、猪小肠等紧紧捆绑成火腿状，在特制的卤水中卤制而成。要吃的时候，将其切成薄片，拌上辣椒油、蒜末、花生米、香油、香菜等拌匀。除了凉拌吃，还可以小炒食用。微辣微咸，挺下饭的。这个藕圆很受欢迎。这是黄金脆皮藕圆子，18元1斤啊。40一斤。哦，这个40一斤。这么多够的不？手工饺子，韭菜肉馅20元1斤，白菜肉馅20元1斤。这是腊八豆啊！哇，这个小时候的那个香气啊！这边还有卖西藏特产青稞饼，5块钱一个。一些摊位那个人多到好像是在不要钱一样。啊，这里卖酱板鸭、老母鸡，58元1只的酱板鸭。都是现在去买的，我们单的老口味，只有三黄鸡、手撕鸡28一只啊！你要几只？我给你拿个那个。这个老板说是现做现卖的，今天早上2点钟起床做的。这么一看啊，这还挺难得的，因为往这边看着很有实力。今天活动是，今天活动像个排骨3。88元一个的甲鱼，已经煮好了。然后再给我搞2块钱一个的木瓜丝。这个绿豆饼特别香啊，然后1块钱一个。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浏阳河这首歌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它弯过几道弯以后呢，一路向西啊，然后在前面那个地方汇入到湘江，从湘江一路北上，注入洞庭湖啊。我们沿着江边走一走啊，感受一下
这首著名的《浏阳河》，很多人在这里垂钓啊。江边有过什么县呐？江边的一些旅游码头，单程120元，这里就没什么游客了。三馆一厅旅游码头啊，长沙市水运事务中心水上应急救援站，这条就是浏阳河，感觉它还挺宽的，应该有接近200米吧。一个长沙市有2条河流穿过哈，所以这座城市就是有水的一个点缀以后，还是挺漂亮的。浏阳河呢，它是湘江的1级支流啊。这里主要是一些钓鱼佬啊，他们的这个鱼竿。哇，对面的那个住宅楼，你看，哇，特别标新立异啊，很像是一个一个这个圆形的罐头，然后不规则堆砌起来的一个。我待会航拍你就看到了。哇，那里真的是绝对的江景房啊，俯瞰2条江河交汇啊，湘江跟浏阳河。哇，这里风景真的是风光无限啊！你看，终于理解了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感。长沙的高楼、摩天大楼还是真的挺多的。我也来跟浏阳河跟湘江合个照吧。这里是浏阳河，对面是福源路大桥，而这一条更宽广的是湘江。耶！哇，前面就是那 CBD 吧，各种银行在那里啊，广发银行，好专业啊。哦，这个很有几何形状感的建筑是长沙博物馆啊。哦，跟外面比啊，这里太舒服了，这个空调。这就是古城池啊，明清府城，忠孝廉洁。唐代中期，又随造船业的兴盛，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长沙窑抓准这一机遇，充分利用湘江通江达海的水路优势，将产品销往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20多个国家地区，成为越窑、邢窑比肩的唐代重要的出口遗窑。西汉时期的双龙窝纹玉璧，各种铜壶、铜鼎、铜杯。公元前17世纪啊，这些都有几千年历史了。
象纹大铜脑，公元前17世纪。我买了一个藏青色的帽子。我现在在长沙南站，茶颜悦色哦，好像来湖南长沙不喝一杯茶颜悦色，就像是没来过长沙一样。幽兰拿铁18元，它的这种设计是很国风的，然后上面是一些这个奶油啊，包括一些这个碧根果吧，然后下面是红茶的。它的口感还挺丰富的，你像这一杯的话，就是一个是它咸香的一个碧螺根，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奶香浓郁的一个奶油啊，还有一个就是那种茶香悠长的一个红茶。本期影片和你分享到这里，我不知道这么长的视频你看起来会觉得累还是觉得满足，欢迎留言告诉我。对了，上次我在频道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活动，有1000多名观众投票，关于最希望阿树去哪里拍视频，占比最多的观众希望阿树去东北3省拍。谢谢所有投票的朋友。阿树正在从广西一路北上，途经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并预计10月中旬到达东北，开启令我期待已久的东北边境秋冬旅行，敬请期待。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好了，谢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